好听吧？没觉得。什么没觉得？现在所有的小孩都特喜欢这歌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？我是真不知道，看来我真的是 out 了。哎，你真的决定就当幼儿园老师了？怎么？幼儿园老师有什么不好吗？还是说你也看不起幼儿园老师啊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委屈你了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快，再帮我找找，现在还有哪些歌是小朋友喜欢听的？有一个软件叫贝网，哎，这个不行。有个叫贝网儿歌的，里面好多不同风格的歌。背什么儿歌？贝网儿歌。来，我帮你弄。你有没有想过再生一个？什么意思啊？跟谁啊？跟我呢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是认真的。开玩笑的。在哪儿啊？找到了吗？就这个。哎呀，这说了半天，这孩子不是你的呀？嘿，那就是个倒霉蛋。自从他和他那个混账爹来了之后，我境界就跟迷了5米3道了。你说这女人上了年纪之后，是不是都想有个小孩？也不管是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哎呦，那个喜欢劲儿就别提了。不就有小屁孩吗？有那么好玩？那个小孩眉清目秀的，倒也挺招人疼的。可一想起他那个倒霉爹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因为这些年我跟着静姐跑前跑后了，他那一大摊子生意都是我照顾着，我屁颠屁颠的，我容易吗？这伙计一来，直接和我平起平坐。他有什么？他有什么？他不就是长得帅点，身体好点，那算个屁！三儿，这种人活着都丢人，就怂蛋一个。你说的对。这孩子没妈呀？有吗？怎么不找他呀？找，总不找了。听说都报警了。但是这种人，静姐如果想让他不被警察找着，谁都找不着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这孩子挺可怜的呀。小屁孩儿，什么可怜的？改明儿带出来，咱俩带他出去玩一玩。啊？干什么？你们老问那小孩什么意思？你认识他？我去哪儿认识他呀？我从来没见过他，我就听你说好玩，看看热闹呗。伙计，你别看别人热闹了，你最近挺热闹的，没少输啊。你还笑三儿？你说我赢的时候你提醒提醒我呗，我就收手了呀。你说我现在把赢的全输出去了，我还搭上好几万，你是哥们儿吗你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。俗话说得好，有赌未为输。我见过几个比输的多了很了，一晚上就打回来，而且还有盈利。三儿，我怎么觉得你是在给我挖坑啊？你说什么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能骗你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也对，我就不信我运气那么差。喝完咱继续，就凭你这气势，一定能打回来。干吧！干！彭总，彭总，眼罩戴上，老规矩了。哎呀，三儿，我都去多少遍了，怎么那么生我还不信我戴什么戴？不是不信你，规矩是规矩。
唱的不赖啊，家宝。昨天还有客人点歌呢。哎，拿着吧。多了，唱的这么好，赏你的。说多少就多少，谢谢苏阿姨。你叫我什么？苏阿姨？不，佩姐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人不大，还挺有性格的啊。哎，姐，你听说了吗？45床那个原来在老家还是音乐老师呢。哟，你听他吹吧，音乐老师，音乐老师，他来这里干嘛呀？听说是为了挣钱供他儿子上那个音乐学院。谁信啊？就他那样，他还供孩子学音乐？再说他儿子那样吧，一看就个小溜球，他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似的。你再高，你不是在这里短屎短尿吗？是不是？是啊。你叫家宝没错吧？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可我认识你啊！这几天啊，我都有去酒吧听你唱歌，还别说啊，唱的还真不赖。谢谢。我们先认识一下吧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中国好歌手辅导演周正，这个节目你肯定知道吧？我觉得你有实力，可以过来试一试。我？你骗谁呢？怎么了？我到你嘴里就成骗子了是吗？你有什么可骗的啊？那名片的后边写着呢，那报名地址跟电话，你要感兴趣呢就过来，给我打电话，好吗？你们收报名费吗？心眼还挺多的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来，我还能把你卖了怎么的？我们也算认识了吧？握个手吧。姑奶奶啊，咱能不一大早就一张脸跟讨债似的？你给我进来！你就你这样，我店儿怎么做生意？进来！哎呀，一菲姐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我比她年轻，比她漂亮，比她可爱，可是就是比她晚了一步。你说什么呢，苗苗？我说了你也不懂啊！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撞了一下，撞肚子了？没事没事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啊！这没事儿。哎呀，走开！哎，姐哥。我们俩在短信吗？啊，骨头没伤着，只是一点外伤，可以走了。谢谢。这就完事儿了？啊？哎，对了，头没碰着吧？没有。啊，那就可以走了。像这种小毛病，你不用到医院来啊，可以走了。谢谢医生。等等，孩子呢？什么孩子啊？她的孩子呀，她怀孕了，不然你以为我让你检查什么呀？你怀孕了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啊，医生不好意思，弄错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别装了，阿姨都告我了，你怀了曲和的孩子。那怀孕了，赶紧去妇产科。哦，对，妇产科，我还要回去上班呢。我们俩不用什么不用，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向阿姨交代啊？我没怀孕。哎，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在这吵吵啊？没怀孕你就赶紧回去吧！啊，我们这还有病人等着瞧病呢。来，下一位。黄淼，听我说，我不听。夏白露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女人。你为了跟曲和结婚，你连这种谎话都说出来，你误会了。我没误会，曲和他妈都告诉我了，要不是因为你怀了曲和的孩子，他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俩在一起的。我真不知道我哥是看上你哪点了，满嘴谎话，没有一句是真心的。黄淼，
这件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但你能不能答应我，暂时先不要说出去？算我求你了。不能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喜欢曲和，而且曲和也知道。虽然你们俩结婚了，但是我不在乎。我胡淼从小想得到的东西，没有我得不到的。但是当我知道你怀孕之后，我放弃了，因为我不想你的孩子出生之后没有爸爸。但是夏白露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一定要去告诉曲和，我要在他面前揭发你真面目。侯淼。喂，曲和，出事儿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回去，争取拦住他。好。曲和，开门！你不是找我吗？走，我们出去说。曲和，你回来正好，我有一件重要事儿告诉你。小点声儿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咱们找个地方慢慢说，好吗？走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儿说。你知不知道夏白露一直在骗你啊？这事说来话长，你别在我们家门口说行吗？凭什么呀？你知道夏白露没有怀孕，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？你为什么要跟她结婚？你告诉我呀！这是我的家事，你别管行不行？我凭什么不能管呀？妈，你说谁没怀孕？夏白露没怀孕？你跟我说实话，红淼那丫头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曲和，你明知道我就这么一个愿望，要抱个大孙子，你怎么能拿这个事儿骗我呢？哎呦，你真是要了我老命了你！妈，先别那么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我就这么一个指望，全没了。你给我把夏白露叫回来，我要好好问她，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这事不关夏白露的事，都是我自己的主意。你有气冲我撒就行了。你到这时候你还这么护着她，什么叫跟她没关系啊？要不是因为她，你能跟崔瑶离婚？要不是因为她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会这么骗我？你从小到大都没怎么骗过我，曲和。你现在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能这么撒谎？就是，不怨他怨谁？妈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呀？要不是你非逼着我跟崔瑶复合，我也不会说这个谎。我让你跟崔瑶复合，我没错。我告诉你，崔瑶就是比他夏白露好1000倍，好10000倍。你够了！这段时间你怎么对夏白露的，我不是不知道。要不是她一直劝着我，我早就要跟你好好谈谈了。你跟我谈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他夏白露骗我说怀了我的孙子，我能让他进这个门？我告诉你啊，明天你就去跟夏白露离婚。就这样的儿媳妇儿，我不要。可我要这样的老婆。妈，你儿子我现在也就是幼儿园一个带孩子的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如果非要说配不上，那是我配不上他。人家一个女人都知道，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过来，而我呢，我这些年一直要看着别人的脸色，还得跟人家说谢谢。我喜欢夏白露，因为我跟她在一起，我才能找到我的存在感，我才能找到我的价值。如果你不想认这个儿媳妇，那就干脆连这个儿子也别认。你，妈，阿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走开！你别再让我看到你发过好不好？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差一点中风，
幸好送来得及时，不过可能会有些后遗症，还得继续观察。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啊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怎么会随随便便被侯淼就带到医院去的呢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说话太重了。你也别太自责了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怎么了，淼？谁欺负你了？哥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又惹事儿了。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妈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妈，你还好吗？你还敢来呀？你走，不想看见你。妈，你消消气，有什么话病好了再说，咱现在不生气啊。还不想听你说话。真有你的，夏白露。你看看我儿子都让你教成什么样了。妈，连怀孕这件事都敢骗我呀！哎，你走，不想看见你。您别生那么大的气。我叫你滚！这刚刚醒就别发那么大脾气啊，注意身体。呵呵，快，怎么了？扶我起来。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腿怎么了？我这腿怎么没知觉啊？腿怎么了？啊，腿怎么了？你起来。这怎么了？我这腿怎么没反应了？我去叫大夫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个，哎，我怎么回事啊？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大夫马上过来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儿子，你看我让你们气的。哥，你说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万一阿姨真出点什么事儿，怎么办啊？你怎么错了？喜欢人有什么错啊？真的。真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你，趁早离开他，还挺好。那你为什么还缠着夏白露不放？你跟我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哥可能这辈子除了他，不会再喜欢别人了。医生，我妈的病情怎么样了？那情况怎么样？现在？通过刚才的检查来看呢，患者的病情比预想的要好一些。目前他除了右腿行动有些不太方便以外，还没有发现任何的合并症，这呢已经算是好消息了。哦，那会有后遗症吗？您别着急，像他这种腿脚麻木的状况，通过好好治疗，配合物理复健的治疗方法，很快就会康复的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。好，谢谢，那就谢谢你了，大夫。好，那好好休息啊。好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啊，刚才医生跟我说了，您这个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好好休息，静养，千万不要发脾气，知道吗？你现在说的话谁还信？我再也不相信你说的话了。我肯定已经是残废了。
医生真是这么说的，只要你保持愉快的心情，病就能好得很快。你谁呀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刚刚说了嘛，让你别生气了啊！你看我，老了，还落一个残废，儿子也不要我了，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妈，您别这么想问题，你不能太悲观了。您这个情况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刚刚医生就是这么说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就嫌我病得不重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是这意思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就是这个意思。妈，刚刚医生说了，就不要发脾气了。我看见他我就烦，叫他走。行，那我不在这儿惹您生气了，我先走了。好好照顾你妈，有事打电话。你等等，你先休息啊。以后还怎么活呀？对不起啊，今天我妈突然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可能情绪有点不稳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也没什么委屈的，你妈的心情我也能理解。本来就是咱俩骗她在先嘛，再加上她今天腿脚不方便，心里难免窝火。没事的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快进去照顾她吧。那个，我回去做饭。要是你妈妈不愿意见我的话，我就让杜姐把饭菜送过来。好了，别为我担心了，我走了。别跟人家置气，都是出来打工的，都不容易。行了，我知道，就你这脾气，活该被人欺负一辈子。谁敢欺负我啊？还不就你欺负我啊？喂，啊，小夏。什么？曲老师他妈住院了？哦，行，啊，没问题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今天不是夜班吗？曲老师他妈住院了，夏白露叫我过去啊，顺便我就上班不回来了啊。哎，我把毛衫给你找出来了，你记穿上啊，晚上凉。哎呦，我在屋里干活，穿多了出汗啊。哎呀，叫你穿你就穿，熬夜身体虚，早上回来别受凉。好啦，你别操心我了啊。哎，晚上你要是害怕，你就给我打电话啊。哎呀，开始的时候见着死人怕，现在习惯了，不怕了。走了啊。孩子，您慢点啊。不吃了。您好，我是来报名的。1026号，在那边等着吧。1025号。哎，这是你们上次的作业，我只能说，恭喜你们，小学毕业了。还真以为夸你们啊！我就算教2个幼儿园小朋友几堂课，也能到你这水平。都带脑子来上课了吗？不知所谓。不过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啊，有2个勉强算是初中水平。夏白露，看，又给我逮了正着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虽然我跟学校签了合同，学期结束之后，你们有1个人可以进入我公司，但以你们现在的水平，进去给我当复印都不配。妈，
再不吃饭，那饭真凉了。安姐，妈呀！哎，再怎么着，这饭得吃呀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来起来吃饭吧。我来吧，曲老师，你去吃点饭。那我真去吃饭了啊。麻烦你了。看什么看呀？走了。你呀，哎呦，现在吧，正是儿子儿媳照顾的时候，你倒好，全给人骂跑了。那怪了我呀！要不是他们，我这腿也不会瘫。哪是瘫了呀？人大夫不都说了吗？好好治疗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呦，小杜啊，我这心里憋屈得慌啊！你说这夏白露到底给我们家曲和吃了什么药？你说我好好一个儿子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安姐，你这样说小夏呀，我可得跟你说道说道。那小夏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就他俩呀，那谁招惹的谁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家曲和追他呀？那有什么不可能啊？小夏差什么呀？要模样有模样，脾气又好，哎，还特别知道心疼人。就说您这病吧，你前脚把人骂跑了，后脚就给我打电话，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来照顾你。就是亲闺女也就这样了吧，还要怎么着啊您？我不想让他怎么着，我想让他离我曲和远远的，别跑来霍霍我。您这不是不讲理吗？人家又没拿刀逼着曲和娶她，不就是没怀孕吗？现在没怀上，以后再怀呗。我看呀，比你那个一走就几年不回来的媳妇儿啊强多了。不吃了。这脾气还真不小啊！来，别生气啊！拿走，不吃。你还真来了啊！哎，那个报名费带了吗？你不是说看看不用交钱吗？是不要钱啊，但你得表演个才艺吧？那我唱歌。唱歌？你会大提琴？啊，学过几年。那唱歌就算了，我听过。你给我们拉个大提琴吧。故意出老千是吧？问你呢！洪总，这不是你闹事的地儿啊！老子不管，应我的钱吐出来！再这么闹，我不客气了。嘿，老子连裤衩都快输光了，老子怕谁？上司又没有富贵在天，有个副书记不懂吗？老子不服，把老大叫出来，我见他。见他干什么？我见他，问他你们是不是有猫腻，不然我不可能一直输。你别人家胡说八道，胡不胡说八道，叫他出来就知道了。快！这件事情强奸就见了吗？我带出去。三儿，你干嘛？三儿，带出去！我不为难你，我就要见你们老大。放了！住手！你要找我？是。怎么？
你不嚷嚷要见我吗？怎么不敢进了？怕了？怕你。听说你输钱赖账，没赖账，我是不服。不服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出老千儿，要不我不可能一直输。给我闭嘴！静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叫几个弟兄跟着把钱给拿回来。你就让他在外边嚷嚷，我们赌局出老千儿。他敢说，把嘴给他封上。今天来的客人，所有的嘴你都能封上吗？你办事怎么那么不动脑子？行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咱俩赌一把。如果我赢了，你欠我的钱1分钱都不能少，还要把利息留下。要我赢了呢？要你赢了，全免。喂，小夏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我看护的那个人进了急救室，我得马上过去。哎，行，那我尽快过来。你有事儿你就去忙吧。啊，快点啊！哎，好，拜拜。咱要不要？小白，洪总，这回你可没话可说了吧？不就钱吗？我有，我去钱去。钱我是一定要拿的，利息嘛，现在就结了吧。你说，你要哪儿？行了，你还是个爷们儿，跟别人不一样，哭哭啼啼的求我。如果这样，这只手我非要不可。不过你还不赖，我喜欢。你的手呢，你还自己留着吧。我要你的手也不能煲汤。三儿，跟他去拿钱。那不行，输了就输了。洪忠还不至于欠一个女人的赌债。那你还想怎样？跟你做事吧，静姐。反正我现在公司也没了，钱也差不多了，帮你做事儿，就算还利息。行，那你就跟着三儿在外边给我收账吧。小姐，你怎么还在啊？我怕他这儿有老人呢。哦，曲和呢？出去吃饭了。哦，这饭你自己送进去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谢谢了。哎呀，谢什么谢？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
吃饭了。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杜姐今天有急事儿，等她过来了，我马上就走。不用，她不回来，我一个人也行，用不着你假惺惺的。妈，我跟曲和一块儿骗你，是我们的错，所以不论你骂我什么，我都无话可说。但是，能不能让我跟你说几句啊？事情都这样了，你还想说啥呀？我记得您说过，曲和从小到大都特别的懂事，特别的听话，所以你有没有想过，曲和为什么会突然跟你撒一个这么大的谎？这我得问你，夏白露，你说我好好的儿子就让你这样给害了，婚也离了，工作也没了，前途也没了，孩子也没了。夏白露啊，你到底是什么变的呀？让我们曲和这么护着你，替你说话，奇怪了。妈，我相信你一定是最了解曲和的人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曲和翠瑶的婚姻没有任何问题，那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因为一个外人而破坏了他们的幸福婚姻？你别在这儿给我狡辩了，这事我也得问你。你给我们曲和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让我们曲和这样被你牵着鼻子走？你别跟我说别的，说别的都没用。我们家曲和就是你带坏的。妈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关他的事儿，这一切都是我主动的，是我的主意。哎，好好说。你别拦着我，妈，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讲道理了？地球不是围着你转的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你的心愿。如果不是你事事都要干涉，事事都要替我拿主意，事情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。曲和你妈还病着呢。哎，是我的错是吗？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生你，我生你就错了。走，你们有话好好说。你们好，走。不想见我们是吧？行，那我们就不碍你的眼。曲和，你不是我儿子，你。你还真走啊？哎呀，留你妈一人在那儿不合适。你闹，她也闹，把我夹在中间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没闹，我妈的脾气性格我太了解了，我只是不想让她再呛起来，对她的病情没什么好处。哎，你是这么想的？我以为你要以暴制暴了呢，吓死我了。哎，假怀孕的事你妈知道了，反应就这么大。万一哪一天假结婚的事也被她知道了，那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？你说咱们这事儿还要瞒她多久啊？一直瞒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也不现实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告诉她，只会让她的病情雪上加霜。所以等我妈病好了再说吧。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你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我妈都要管，从工作到生活。所以现在她只要一管我的事儿，我就会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。当然我知道，她这是爱我的表现，但她这种方式就完全让我失去了自我，我接受不了。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，但没有家长是完美的，就看你用什么方式去对待他。但是像你之前那样什么都顺着，什么都听他的话，那样也不对。你至少得让他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吧，你必须得跟他建立理性的沟通。尽量吧。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你妈希望赶紧抱孙子。这个我也知道，所以我现在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希望能尽快找到彤彤。彤彤，彤彤跟你妈妈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夫妻，那彤彤就是我妈妈的孙子了。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咱们根本就是假夫妻。那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真的呢？那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你很明白，你不用急着回答我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话，找时间我们再聊。那个，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你赶紧走吧，我要进去照顾你妈了。
阿姨，这是您的拐，给您放这儿了啊。有什么事您叫我。你来啦。妈，曲和他让我跟你说，刚才对你态度不好，他跟你赔不是了。哎，妈，别难过嘛，曲和已经知道错了。